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文哥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很早之前，我一个人在家里拍视频的时候，有做过一期泰国富贵虾，当时用的是清蒸和椒盐两种做法。可能是我椒盐的没做好，我还是觉得清蒸的原汁原味比较好吃。不过那期视频还留了2个遗憾，第一就是那个时候的皮皮虾太小了，一只才2两左右；第二就是我当时找了整个海鲜批发市场都没有找到母的皮皮虾。不过呢，今天就要把这2个遗憾给补上了，因为刚才老板说他那边到了超大的泰国富贵虾，而且公母都有，重点是还到了斑马虾菇。斑马虾菇之前咱们也做过一期，同样也是2种做法，避风塘和这个清蒸的。我依然还是觉得清蒸的最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鲜甜味，而且当时的斑马虾菇确实给了我很大的惊喜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打算把它们都给买回来，然后做个对比。走，先买下去。老板，过来一下，这个是你给我留的皮皮虾跟斑马虾菇啊？对啊，就3只啊？这3只是最大的。最大的，这个是母的啊、这个是公的。这个都母的多少钱啊？现在？母的400块啊。400，能不能便宜一点啊？那母的不能便宜啊，最少的了。公的嘞？公的啊310啊。公的便宜一点嘛，都这么贵，便宜一点嘛。300，公的300给你的。最低的？最低300给你的。斑马虾菇嘞？斑马虾280。好贵哦，都好贵哦，这个3只都买不起啊。都是大只的，1斤起码都值1斤啊。要不这样子吧，也便宜点嘛，这个斑马也便宜点嘛。270、200斤，最低了，10块就给你了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不能便宜啊？少不了啊？也少个10块呗。少不了，有高的，很少的，有大的，很少的。那你最大的再帮我挑这个挑一只，这种挑一只嘛。换过来看一下是不是公的？对啊，这个公的。再拿一只，这个斑马虾菇再拿一只。这个东西会倒架，要放在这里面是吧？可以，拿过去称一下。这多少？1斤半。哇，多少？也是1斤半。也是1斤半。我说1只都能买2只啊1斤啊。哇！打呀！装在一个袋子里，不会打架吧？不会，没事啊，虾菇没事。OK， 皮皮虾带着我回来了，今天又带了个遗憾，因为这个斑马虾菇没有找到母的。我买的这2只都是公的，不过母的皮皮虾好贵啊，这只母的正好1斤400块钱，而公的就相对便宜多了，2只1.5斤才450块钱，最便宜的就这个斑马虾菇了，2只也是1.5斤才405块钱。这个时候很多小伙伴就问怎么区分这个皮皮虾的公母，首先你得给它换个身。那你们注意看。这里有3道白色的横杠，这个是母的皮皮虾。这里有2根钉钉，并且这个没有白色的横杠，这个是公的。正常的是公的比母的大，但是我今天这个是奇迹哈，老板给我留了一只巨大的母虾，所以今天咱们赚大了。这2种虾菇虽然说它的外形长得很像，但是如果你有认真对比的话，这2种虾菇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。这种的我们通常叫富贵虾，你看这2只虾摆在一起，尾巴就完全不一样，这个尾巴还有很多的倒刺硬刺。接着就是它的外壳，这个斑马虾菇它的外壳是软的，而且是很光滑的。然后这个富贵虾，它的外壳上很多的倒刺，而且它的壳是硬的。当然，它们的科属也不一样。这个富贵虾，它的学名叫口虾菇，是甲壳纲虾菇科口虾菇属的一种；而斑马虾菇，它的学名叫斑禽虾菇，是软甲纲禽虾菇科小禽虾菇属的一种。它是已知现存体型最大的虾菇，而且在水里面非常的凶猛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我6月份的时候做的斑马虾菇那期视频，看看它们在水里面的捕食到底有多恐怖。主要依靠的就是这对大螯。富贵虾也一样，别以为看起来跟塑料一样，但是它非常的锋利，同时也非常的坚硬，而且在水里面，它这个大螯弹出去的力量相当于子弹打出去的速度，所以说在水里面千万别轻易的去摸它。OK， 既然我们今天是做对比，这只公的、母的和这只斑马虾菇，这3只拿来清蒸做对比。上次的经验告诉我，清蒸的才是最好吃的。不过呢，我还是不甘心，所以剩下的这2只，我准备给它生腌了。OK， 皮皮虾，咱们走着，我带你们去洗澡。这个东西还是挺干净的，稍微刷一下就可以了。这富贵虾的尾巴真的很漂亮，黄绿搭配，贼漂亮。可以了。好大，这个盘子都放不下。来几片生姜。OK， 那我们先把这个清蒸呢给安排上锅蒸哈。上回是有放陈皮蒸，但是今天我们主要是为了做对比，所以呢，今天就用生姜蒸就可以了，不用陈皮哈。哇，哎呀，只能这样子了，锅太小啊，就这样子放在那里蒸8分钟啊。我们先去做一下生腌了，先把这个脚给处理一下，修剪一下。
这个也给它剪掉，没什么肉啊。哇，这个镰刀可以剪下来当工艺品啊。这个尖尖的都要给它剪掉，防止扎到哈。接下来要把它剪成一节一节哈。这个白白的是不是它的膏哦？斑马虾骨也要给它剪一下。这2只虾光成本就500块钱了，也不知道腌出来的味道会怎么样。把它血水先给洗掉一下。接下来给它煨一点82年的高度白酒哈，主要是为了杀菌啊。够了，给它拌一下，可以了。杀完菌再给它过一遍清水哈。准备开始腌哈。葱、姜、蒜、小米辣、香菜、蚝油、糖、味极鲜、米醋、鱼露，加点水，再来几片柠檬片，给它磨一层保鲜膜。接着把它放到冰箱去冷藏2个小时后，我们把清蒸的拿出来摆一下盘哈。哇，好大啊！再来一根香菜点缀一下。哇，我开始尝它的身体了。我们先吃这个清蒸的，一会儿再吃那个生腌的哈。第3次挑战世界上最大的皮皮虾，在对比之前，我们先来整一杯82年的清酒压压惊哈。我们要先从哪只开始呢？先从这个公的富贵虾开始吧。这么大，要从哪里入手啊？先把它这个边给剪一下，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就好剥多了。你看，这样子剥出来。哇，完美啊！完整的整条肉啊，这个肚子再给它剥掉，就完美了。哇，完整的一块肉啊！来，粉丝先吃，那我就不客气咯。哇，好鲜甜哦！还是一样的满足感，郭乐跟摄影小哥口水都看流了。这个斑马虾骨我试一半，还有一半留给我们的摄影小哥哈。这个头上面留给我们的摄影小哥哈。来，这个是斑马虾骨。哇，仔细的对比，我感觉斑马虾骨更好吃，鲜甜中带有一股虾脑的香味，非常的香。肉非常的饱满，汁水也非常的多，有一股奶香的感觉。我个人觉得这个斑马虾骨比这个富贵虾好吃。这只是母的，好大，400块钱一只。这一节剪下来给我们的郭乐吃哈。哇，有膏有膏，你看这个膏就跟蛋黄一样，这个母的肉都散开了，没有公的来的漂亮。这个母的翻车了，它的膏没有香味，而且还一粒一粒的，很影响口感。膏是非常的饱满，但就是没香味，而且还很硬，很影响口感。哇，吃的好饱啊！还有一道菜，来，郭乐上生腌了。虽然说吃的很饱，但是看着这个色泽，闻着这个酸味，还是非常的开胃。来，先给你们整一块这个富贵虾啊，就这块了，粉丝先吃。哇，这个肉很弹牙，口感非常的好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我觉得还可以再咸一点点。这个生腌的口感非常的好，很丝滑，就是吃不出它的鲜甜味了，都是这个腌料的味道。接下来试一下斑马虾骨了，来个钳子哈。哇，这个腿里面的口感好奇特，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，就一个字，好。肉也来一块。这个斑马虾骨的肉质比这个富贵虾的好太多了，它的这个肉质会更细腻、更丝滑。
非常的明显。那剩下这个留给我们的郭乐跟摄影小哥哈，那我们现在来做个总结。巴马虾菇是最便宜的，也是最好吃的。这个生腌呢就非常的明显，味道就不说了，都是腌料的味道。但是它的口感能明显的吃出差距来，差别非常的大。那起先清蒸的，它的口感差不多，但是味道上巴马虾菇明显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，同时它钳子里面的肉质，巴马虾菇也会更细嫩。那性价比最低的就是那个母的，它的那个膏啊，真的非常的多余，非常的影响口感，同时又没有鲜味。那有机会的小伙伴，这个巴马虾菇一定要试一下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记得上链走一波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